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正齿轮的画法篇。那这里的画法呢，是会使用渐开线的画法呢来教导各位。那如果你有看过先前所提过的教学呢，就是使用 Toolbox 做出一个齿轮的零件那这边有提到说，我们在画的时候，3D 建立是不一定要建立成渐开线的。那为什么这边还会去做一个渐开线的教学呢？主要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让有兴趣的人来做研究。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在制作的时候是使用3D 列印这有可能是需要做渐开线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如果你是要做雷射切割或是线切割的可能也会运用到需要画一个真实的渐开线以及说如果你的物件呢3D 是要去做开模的动作，也许是塑胶模或是一些铸造的模具可能也会用到这一块的。那这里呢就来介绍一个正齿轮的渐开线画法来教导各位，给大家做参考。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咯。那这边的建立呢是属于参数式绘图，所以会运用到数学关系式。那所以我们在画之前呢，需要把一些参数先建立起来。那首先呢，如果还不会进入这个画面的，你可以从上方列的工具进入数学关系式，就会进来这个画面。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给它的一些数学关系式的输入。那前面的压力角模数以及尺数呢，就看各位的需求去做定义。那我就从尺跟圆角这里开始来进行说明。那这里我就输入 r 等于 0.38 乘以一个 m。那切记这里呢，如果有连接到一个我们的整体变数的话，我们需要按键盘的 Shift 以及冒号旁边的2个点这个符号呢，然后再把它输入我们的数值，这样子它才会连接到我们的参数。这一点要特别去注意的。好，那我先继续做下一个。那接下来呢是接圆直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输入，再来是齿顶圆的直径。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是齿根圆的直径，这里就是一个最小的。接下来呢是基圆直径，这边是 dB。记得每一个整体变数的前跟后呢都要加上双引号，它的数学关系式才会运算出来。好，接下来是基圆半径，再来是最后一个，是基圆的齿后。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确认一下。顺便各位借这个机会呢，来看一下。好，看起来是没有问题。那这边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这一块。那做完之后，我们直接按确定。按完确定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数学关系式呢，先把它建立出来。我们可以回到数学关系式的画面来看一下。OK， 我们都已经事先把它做好了。好，那第一步先做到这里哦。接下来呢，我们要运用数学关系式呢，画出我们的曲线。那首先呢，我会在前视图这个面呢，选择一个，我先进入草图。进来之后呢，我们从工具进来，这里有一个草图图源，这里再选到一个数学关系式驱动曲线。好，那再来，等一下我们要记录第二个数学关系式，我们在这里呢选择参数，选完之后呢，我们直接跳到这一个画面，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要输入的参数是这里，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贴上。好，第一个数学式是这样，第二个数学式呢是这样子。好，那这里呢，我会把它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你可以去参考。好，那再来第三个呢是这里。最后一个是派除以4。好，那这4个我们都输入完毕之后呢，直接按打勾。好，按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已经产生了一条曲线。好 ，OK， 已经产生出来了。那我就直接结束草图。那结束完之后呢，我会再画另一个草图。那这里呢，一样，我进入一个前视图。那这里呢，我会画4个圆。先画出4个圆出来，记得这4个圆呢都是同轴心的那再来呢，我就要标注尺寸你从哪一个开始标都没关系，但记得你的顺序。接下来我们就要连接到我们的数学关系式刚所设定的，那我就是直接让它等于 d，
我们刚刚 D 呢有4个数值，我们就一一的把它连接上去。好，你可以照顺序一个一个把它连上去。那这边呢，我就是先直接做示范。那这边给各位尝试，好，你就连接了4个 D 的值。那这边呢，我就直接做得快一点。那这4个都连接完之后呢，我们先要找到的是结缘直径是哪一个。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刚刚的参数那里。我把尺寸拉近一点。好，那我们回到这里，我们来找一下刚刚的结缘直径呢，就是 D 这个值。那我们可以再把数学关系式开启，我们来找一下 D 是什么。好 ，D 是这个结缘直径。好，它的尺寸是75，75是哪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从外面数来第2个，好，就是这一个嘛。好，那我们就记得是这个尺寸。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第一个草图所画出来的这个曲线呢，我们先用参考图源把它参考出来。接下来呢，我从这个圆心这里画一条水平线出来，好，是一个参考的参考几何的中心线。好，再来我再画一条参考几何中心线，好，是比这一条线再低一点。好，那连接到的是这个结缘直径，好，是75，这个就是再画一条线，然后是低于这里。好，那我就直接把它跟这里好做结合。接下来呢，我把这个圆修剪掉，修剪掉之后呢，这里就有一段弧形，那我就对于这段弧形给它标上尺寸。好，点2点之后再点这个弧。好，那显示出来呢，好，我再来把它标示一下。那这边呢，我给它一个数学式，好，等于 s 除以2。好，那这边记得也要有双引号，然后直接按打勾。打勾完之后呢，好，它这里已经连接出一个数学关系式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画一条直线。那这条直线呢，是沿着这里跟池底圆做结合，这个最小的就是池底圆。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画一条直线。好，从这里到这里水平的一条线。好，结合完之后呢，好，那这边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这条线就是我们近摄的中心线。好，我们就进入近摄。近摄图源呢，就是这条直线与这条曲线。那选完之后呢，我选择这条中心线。选完之后按确定。好，那直接结束草图。好，那这边呢，就是大致上我们草图要先做到这里。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来做一个实体建模。那我们就先做到这一步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实体的建模。那这里呢，我们前面所做的数学关系式的设定，以及草图的参数连结呢，都是一个前置作业。接下来实体建模才是真正的去把齿轮的渐开线的画法呢，给它做出来。那首先呢，我会先去参考最外面这个圆。这个圆就是我们齿轮的外径。把它参考完之后呢，做一个伸长填料的动作。那这个伸长填料的厚度呢，就是我们的齿轮的厚度。那各位就依大家的需求呢，去把它设定出来。好，接下来我会在这个面上呢，一样再做一个新的草图。那这里呢，就会参考了刚刚所建立的草图2这个外形。给大家看一下。那你把它参考完之后呢，把多余的一些线呢，给它修剪掉。那这个外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那我把这个草图隐藏起来，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这样子是我们最终的外形。好，那做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来做伸长除料，直接把它除料掉。好，像这样子。那做完之后呢，我们要在齿底圆的地方呢来做 R 角。那这个 R 呢，一样会连接到我们的参数。好，直接把它等于 R。记得要打上双引号。直接按打勾。它就会连接了我们刚刚所建立的数学关系式。那你把这2个齿底圆呢，把它选取起来。选完之后按确定。这样子呢，我们大致上前置作业都已经做完了。最后呢，就做一个环状复制排列，我们就可以把渐开线齿轮给完成了。那我们要环状复制的地方呢，就是一个伸长除料以及圆角。选完之后呢，我们把它点选环状复制排列，那选择这个圆柱。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数量是多少呢？这里一样可以连接参数，我们把它等于双引号的 t。T 就是我们刚刚我设定的齿数。
哦，那它直接连接参数，直接按打勾呢，它就会把它做出来了。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最终完成了所有的建立了。那剩下的就是一些孔的可能尺寸，这边有剑槽或是有轴心的孔。那这边呢，剩下的就让各位去测试跟尝试咯。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外形的比对。那这个地方呢，这里实体的地方呢是使用 Toolbox 用软体呢把它建立出来了，它是属于一个近似的画法。那这个比较隐藏线的这个地方呢，是刚刚我们使用参数的绘图方式呢做出的齿轮的渐开线。我们来比对一下它的外形，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它渐开线的话是比这个近似画法稍微再大一点，所以它齿形的密合度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比较好的。我们看这个是软体它建立出来的近似画法，这边空隙其实蛮大的。那如果是以我们刚刚那个渐开线的画法呢，这边的齿形呢密合度就比较好一点。这就是它两者的差异性。那这里就运用到的就是先前刚刚前面所讲到的，就是如果呢你不是使用加工的方式，你可能需要是一个 3D 的外形，好比说是 3D 列印或是雷射切割、线切割或是开模等等的这种方式呢，也许你会运用到要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渐开线的画法，可能会影响你后续齿轮它传动的声音以及传动效率等等的问题，可能会用到。或者是你单纯只是有兴趣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说，渐开线的画法呢，这边它的齿轮的密合度会更好一点。那比较细节的地方呢，我会留在总结来做说明。好，这边我来总结一下，这两个齿的齿形呢，都是使用渐开线用参数把它做出来的。那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咯，这里的外形呢是密合度会更好的所以它在传动的时候呢，它的声音会比较小，效率也会比较好的。像这样子的形式，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里呢，我把它显示一下，使用 Toolbox 所做出来的它的齿的近似齿的画法。以及我们用渐开线的画法呢，差异性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我让渐开线的齿呢是一个隐藏的，透明一点。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说，如果是渐开线的话，它这里呢，密合度比较好的。那如果是以 Toolbox 的近似画法呢，我们可以蛮明显看出说，它这里呢，的空隙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这里的声音呢，会比较明显一点。好，那这边呢，最主要都是这个用意。那为什么会运用到渐开线的画法呢？就跟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 3D 呢需要运用在我们的制程上，像是 3D 列印、雷射切割、线切割，或是开模、塑胶的开模，或是一个铸造的模具等等的这种形式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齿的外形呢，才能做后续的动作。那基本上如果是以齿轮的加工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做到渐开线，像是 Toolbox 所做出来的近似画法就 OK 了。那最重要的都是一些齿轮的参数。那不管是近似画法呢，或是渐开线画法，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我们齿轮的参数，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做后续的动作。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喽。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